欢迎来到佛说人生，我是每天给大家分享的鲸鱼，请点击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新的影片了。70岁了，女儿不孝顺我，还想着我的房，失望后的我比女儿更无情。在老一辈人的观念里，父母养育儿女，子女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却并不这样认为。他们认为父母为自己付出再多也是理所应该，而自己是否对父母尽孝却完全凭自己的心情。70岁的吴大妈说，自从她发现她的独生女儿一心盯着她的房子和财产，却不愿尽赡养她的义务时，就心灰意冷，做出了比女儿更加无情的选择。吴大妈，我今年70岁，有一个独生的女儿，女儿是我和老伴的老来子，在我41岁那年才有了这个女儿。我和老伴将来之不易的女儿是做了掌上明珠，从小到大都尽力地呵护着她，不让她受到半点委屈。我和老伴的收入不算高，但对女儿却从不吝惜花钱。我们培养女儿上了大学，她结婚的时候，我们给她买了一辆车，又给了她20万元的压箱钱。我们给女儿置办的这些嫁妆，花光了我们所有的积蓄。尽管如此，看着女儿开开心心地出嫁，我们仍然感到很欣慰。女儿和女婿在同一家公司里做事，女婿的父母都是农村人。女儿和女婿结婚的时候，婚房是女婿自己攒钱付的首付，每个月要还5000块钱的房贷。虽然女婿的家庭条件不好，但只要女儿喜欢，我们就不反对。女儿和女婿还年轻，他们还有大把的时间挣钱，我们有极大的信心，小两口一定能够过上好日子。我和老伴的退休金每个月加起来有8000多块，这些钱足够我俩过日子了。我们将花不完的钱全都存了下来，打算等到我们100年之后，全部留给女儿，算作是我们的一片心意。女儿和女婿结婚的第2年，我们的外孙就出生了。自从外孙出生之后，我和老伴就开始忙了起来。我们每天像上班一样，准时去女儿的家里带外孙。女儿和女婿下班之后，我们才能回到自己的家。我们每次到了女儿家，就会分工合作，老伴负责带外孙，我负责打扫家里的卫生，做外孙的辅食，再给女儿和女婿做晚饭。女儿和女婿下班回到家，就可以吃到热腾腾的饭菜，看着女儿和女婿心满意足的模样，我和老伴一天的辛苦瞬间就烟消云散。我们在女儿家里的做饭从来没有要过小两口1分钱，买菜和生活用品的钱全都是我们自己出的。外孙吃的奶粉还有衣服、尿不湿和玩具等等，也都是我们花钱买的。虽然我们钱花的不少，但女儿和女婿却从未说过给我们生活费。女儿和女婿不提，我们也不要。作为父母，即使为女儿花再多的钱，我们也不心疼。去年年初的时候，老伴总是觉得浑身无力，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，脸就肿得厉害。我见老伴的情况不对，就拉着他去医院检查。检查的结果让我和老伴都很吃惊。医生说，老伴得的是尿毒症，病情很严重，当即就把老伴收进了病房。经过一段时间的住院治疗，老伴的病情
终于稳定了下来。出院以后，老伴每周都要去医院做2次透析，身体受尽了折磨。医生说，透析只是姑息疗法，如果想要得到长期的效果，就必须做肾脏移植。肾脏移植手术至少要准备50万，听说做肾脏移植需要50万元，老伴连连啧舌，说他的命哪里值那么多的钱。我劝老伴，生命比钱重要多了。虽然我们没有那么多的现金，但我们可以卖掉房子，筹钱给他治病。我们住的房子有100多个平方，房子在市中心，还是学区房。如果卖掉的话，市值300多万。我告诉老伴，我们卖掉大房子，可以买一套小房子住，这样就可以套一部分现金，作为他换肾的费用。老伴不同意卖掉房子，他说他都70岁了，没几年活头了，不值得花那么多的钱，做那么贵的治疗。房产证上是老伴的名字，老伴不签字，我就卖不了房。为了让老伴同意卖掉房子，我就给女儿打电话，希望女儿劝老伴，让他同意卖房。然而女儿却丝毫没有劝老伴卖房的想法。她说，老伴的年纪那么大，根本不值得花那么多的钱做那样的治疗。女儿在老伴的生命面前表现得如此的冷漠，让我感到特别的寒心。既然我卖不了房子，自然就没办法给老伴治病。老伴做了一段时间的透析治疗之后，病情急转直下，身体越来越差。眼看着老伴已经撑不了多久，我说服老伴配合我，将房产过户到了我的名下。女儿之前对老伴病情的冷漠态度，让我有了戒心。我担心自己重病的时候，女儿会为了省钱，不让我接受治疗。只有将房产捏在自己的手里，我才会安心。老伴最终死于尿毒症，他在临终之前紧紧地拉着我的手，让我好好的活下去，帮他多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。老伴过身之后，我总是一个人黯然神伤，感到非常的孤独。我感觉自己的身体越来越不听使唤，特别害怕一个人待着，担心自己的身体出现问题。身边没有人，不能将我及时的送去医院。元旦的时候，我给女儿打电话告诉她我想外孙了，我买了很多的菜，让她带着女婿和外孙过来吃饭。女儿却说她哪里都不想去，只想在家里待着。女儿不来，我只好自己过去。我将买的菜全都拎到了女儿的家里，给他们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。吃饭的时候，我对女儿和女婿说，我老了，身体越来越差，我一个人住着那么大的房子，实在没有精力打扫。女儿疑惑地看向我，说，妈，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？你该不会说想要来我家养老吧？我看着女儿的眼睛，告诉她，妈就是这个意思。妈希望和你们一家人生活在一起，享受天伦之乐。此时我注意到女儿对女婿使了个眼色，女婿会意对我说道，妈，你那么大的房子不住，却住在我们这里，那房子空住不就浪费了？你一个人住着多舒服，没必要跟我们挤在一起的。女儿也说，是啊，妈，我们每天都要上班，即使你和我们住在一起，我们也没时间照顾你。我告诉女儿，我不需要你们照顾，我只要跟你们生活在一起就好。女儿明显有些不耐烦，她恼怒地说道，妈，我们说了半天，
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我直接告诉你吧，我们只想过二人世界，不想被打扰。女儿的话让我透心凉。我想了想，对女儿和女婿说道，既然你们都不待见我，那么我也就不麻烦你们了。我可以去养老院住，我打算把房子卖掉，拿着卖房的钱，我可以住最好的养老院，享受最好的照顾。听说我要卖房子，女儿立刻急了，她连忙说道，那房子写着我爸的名字，你没权利卖。我冷冷地看住女儿，说房子早就过户到我的名下，我想卖就卖，谁也管不住我。听了我的话，女儿立刻面如死灰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我又对她说道，虽然我老了，但脑子却没糊涂，谁对我好，谁对我不好，我还是拎得清的。对我好的人，即使给他再多的钱，我也不会心疼；对我不好的人，我1分钱都不会给他。我说这句话的用意，是想借此点醒女儿，我要让她明白，如果她对我好，愿意收留我，给我养老，我卖房的钱可以全部给她；如果她对我不好，不愿意给我养老，那么我卖房的钱1分都不会给她。然而我的一片苦心最终没有得到我想要的结果，女儿仍然没有照顾我的意思，她还威胁我，说我若是不把卖房款给她，她就再也不理我。我老了，病了，都与她无关。女儿的无情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，自此我对女儿再也不抱任何希望。我想，既然她狠心到只要我的钱，却不要我的人，丝毫不在意我的死活，那么这样的不孝女，我要她有何用？我坚定地告诉女儿，房子卖掉以后，她别想得到1分钱，我就算这辈子花不完，也不会留给她。我100年之后，就把钱全都做公益，回报社会。女儿见我这样说，愤愤地走了。临走之前，她说她笃定我不会那样做，她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我的财产最终还是会留给她。女儿走后，再也没有和我联系，而我也按照自己的想法，将房子给卖了。我拿着卖房得到的320万元钱，住进了我精心挑选的养老院。这家养老院设施齐备，服务人员的素质也相当不错，我感到非常的满意。去养老院之前，我联系了侄子，我让侄子作为家属，帮我在入住登记单上签了字。我让侄子委托了律师，帮我做了财产公证。公证书上写着，在我的有生之年，这320万元的卖房款，作为我生活和看病的费用，在我过身之后，剩余的钱拿出20万给侄儿，其他所有的钱全部用于做公益。自从我住进了养老院之后，侄儿每周都会来看望我，陪我聊天，给我带一些爱吃的零食。女儿明知我住在这家养老院，却一次都没来看过我。我能够猜到女儿的想法，她肯定以为我不会把事情做得那么绝。我的钱在我100年之后仍然是她的，这样她就既可以逃避赡养我的义务，又能够得到我的钱。实际上，女儿这样的想法注定会失望，因为在她拒绝赡养我的那一刻，就注定了她再也别想从我这里拿到1分钱。虽然明知道我这样做法会招致女儿的怨恨，但我仍然会这样做，因为女儿还年轻，她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。
如果他不改掉自私自利的坏毛病，以后还要吃很多的亏。我希望用这样的方式，让他明白，只有付出，才会有得到。当他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，才懂得用真心去对待他人，才能与人和睦相处，才能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。